飞身双正蹬，提膝侧踹。打斗一开始，虽然双方都仅仅出了一招，就让这小小的餐馆之外充满了浓烈的杀机。金哥偶然来到一家餐馆吃饭，刚好碰到女警察小何在询问3位疑似在逃的嫌疑犯。我们的职员，查啥子身份证？对不起，先生，请出示你身份。金哥虽然蹬开了匪徒，但同时也被另外一名匪徒踹了。此3人正是目前在逃的通缉犯，赫赫有名的东南亚悍匪3兄弟。刚刚出腿的正是匪首光哥，能在背身吃面的同时注意到背后的攻击并做出反应。光哥这一脚已然暴露了他深不可测的实力，而更让金哥担心的是，还有一名悍匪还纹丝未动。接下来的战斗注定是一场恶战。匪徒老三身高2.08米，体重150公斤，穿54号的鞋，轻量级打重量级，在有效的规则之下是很难打得赢的。但如果在街头户外这种突发性无规则的对打，其实还是有机会的，因为在实际的搏斗当中，会有很多的客观因素导致最后的输赢结局。斯巴达之踢，这可不是简单的正蹬腿。斯巴达之踢来源于古希腊搏击术，这一脚利用了脚跟、脚踝、小腿的力量联动，最大能产生900公斤的冲击力。而这一脚踢在匪徒老三身上，居然一点作用都没有。跳步砸臂，外摆腿，掐紧锁喉，交叉手格挡，请拿手拇指背向掰压。重量级去推轻量级真的是很容易的，甚至这种被推飞的情况也是正常的。蹬杆借力飞身蹬，膝顶，重拳击打面门，金哥3招连贯，击倒了匪徒老三。翻身回旋跪膝，为什么金哥要有一个翻身回旋的前坠动作？那是因为金哥这里要用的是一个穿透力。一个武打的一个明星，他说实际上我跟你说，体重就是轻的，你轻量级的你肯定打不过重量级的。但是如果练出穿透力就不一样，如果我练出穿透力呢，它就等于我拿着一个匕首跟一个赤手空拳的打。那实际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出来表演吗？那李小龙就表演过呀，就是他表演的那个寸劲儿，他就是穿透力。重拳击胸，悍匪老二毫无一点怜香惜玉，出手就是必杀。注意看小何的左手，已经准备拿起地板上的胡椒粉自卫。胡椒粉一出，瞬间让本场打斗起了个小高潮。在胡椒粉的辅助下，女警察小何可以有效的牵制住匪徒老二，而金哥可以更加毫无顾忌的应对大跃步上桌，顺势一字马侧摔。这里匪徒大个肉眼可见的劣势就是不够灵活。空中4连踢，低跃式翻滚躲避，空中720转身踢。这几个动作我们可以清楚地感知到威亚的存在。我们在影视中所看到的这种凌空动作，大多数是在威亚的辅助下完成的，但是这并不代表这个动作演员做不到。有时候吊威亚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对手演员，在威亚的帮助下，能够更加有效地减轻在对手身上产生的力量。左右腿截踢，瘦子打胖子基本原则就是保持距离，如果贴身纠缠，胖子想要砸摔瘦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金哥这里就很聪明，左右截踢腿的出招既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又突袭了对手，即使这一招截踢腿无法顺利截摔对面，自己也很容易撤腿。第二，瘦怕打，胖怕摔，胖子在摔倒时身上承受的压力更大，起来的速度要比瘦子慢好几倍。金哥利用这中间的时机差距，直接箍紧压制大。而此时一旁的女警察小已经顶不住了，怀中抱妹杀。抱妹杀是一招使用强大力量环抱对方腰部，挤压对方腰部的残忍招式。正当小何即将被抱杀的危机时刻，金哥气开匪徒老三，一个转身后低摆重击老二脖窝，膝跪后脑勺。这一下和刚刚跪膝攻击老二的招式如出一辙。后脑干所在部位直接连接脊椎，脊椎神经支配人类运动，较大的击打力量会对脑干造成破坏，造成晕厥、瘫痪或死亡。这也是很多擂台比赛不允许击打后脑勺的原因。这一下突如其来的压摔让金哥陷入了困境，我们看金哥如何破解。向右发力，撑开右臂，这里匪徒老二的锁紧并不到位，给了金哥能够挣扎脱困的机会。大拇指戳耳，
当耳朵遭受到外力重击的时候，骨室内气压与外气压不平衡，就会鼓起一个洞，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耳膜穿孔。但一般而言，只要力量不是过大，片刻后就会恢复过来。而如果从两边同时受到冲击的话，脑部就难以承受和恢复，一下子就能将人击昏。这也是很多擂台比赛禁止双风棍这一招的原因。右高边，这里应该是大个子的力量太大了，拍房的时候直接把金哥拍得转了半圈。面对如此悬殊的体量差距，用吴京本人的话说，就像一个12岁的小孩在和大人打。2.08米的一个巨人，150公斤，然后他的拳头可以挡住我的脸，他的鞋是54号，就是一脚就是可以就把我这全给盖住了，这么大的一个距离。跟他打就是跟我说的是，就一个12岁的孩子。跟一个成年人在打架，就是那种感觉。正踢腿爆头，侧上踢击耳，金哥终于解决掉了2个人，而匪首光哥此时也刚好吃完面了。面对疾风吧！鞭腿对攻，仅仅这一下鞭腿就让金哥有点受不了。金哥没有选择继续硬刚，转是一个俯身倒挂金钩踢击光哥胸。朝天蹬击下板，横空侧踹，垫步侧踹，很明显，最后这一场打斗告诉我们，搏斗前一定不能吃得太饱。显然这场餐馆的打戏可能是经费不足，并没能安排吴京和卢慧光2个人来一场真正的精彩对决，实在有些许遗憾。如今的吴京已是电影圈妥妥的一哥，然而很多人却更怀念他以前的动作风格。我想吴京本人并不是不想再拍以前的那种功夫动作片，只是想曲线拯救动作片市场。毕竟我是武术出身，功夫出身，我还要回归于功夫市场。